可以了。哦，所以生脉散的话，我还是喜欢用自己配的。那个科学中药啊，麦门冬放到15，五味子放到6，然后另外用生药磨粉的粉光参10，这个比例还不错。可是粉光参的磨粉，有的厂牌的很寒，有的厂牌的不太寒，都很补气，但是有的太寒。所以如果你平常就是那种体质比较冷的人哈，你要配生脉散以前，你那个粉光参的粉，你先吃1瓢，看看会不会冒冷汗。如果会冒冷汗，这个牌子的粉光参对你来讲就太寒了。生药磨粉还有牌子啊，不是到中药行比较。哦，我说的牌子就是不同的中药行的粉光参不同的品质。那所以呢，那麦门冬15，五味子6，这个用科学中药就可以，粉光参10用生药磨粉这样子。那生脉散的话，我觉得其实是夏天比较好用的药了啊，因为生脉散在夏天，我常常说什么，它是可以吃的冷气机啊，就是你天气很热的时候，你看到外面每个人都挥汗如雨，如果你有吃生脉散的话，那2个钟头你在街上就会觉得有那么热吗？啊，就是你自己主观感觉的温度会比别人低个1、2度啊，那还蛮舒服的，那也比较可以防中暑之类的。那以做运动来讲的话，生脉散是能够把这个地方的气护住的药啊。那它，如果你是会做那种什么有氧舞蹈那种运动的话，那平常你可能跳20分钟就喘得要死啊，你吃了生脉散的话，发现跳了40分钟还不怎么喘哦，它可以取代心肺功能，让你的肺偷偷的省到力啊。当然，你如果是吃什么麻黄剂啊，发生心悸的现象，以张仲景来讲呢，是用桂枝甘草之类的药来补心阳，对不对？但是以后代方的路数，也可以用生脉散，借着五味子那个收的力量，跟麦门冬把那个药引到胸腔的力量，把这个气抓住。所以生脉散也治什么？心力涣散啊，就是如果一个人开始有点，不是完全的老年痴呆，但是已经开始有点答非所问的那种的话，那吃生脉散还是会有好转的机会的啊，这个地方的能量它会帮你固住。那生脉散，如果你是咳嗽收尾，已经到了后段的咳嗽了，那个肾脏不好的人咳嗽，有的时候他也会有那种咳嗽，就会有一点想要尿尿憋不住的感觉，就有些女生会这样，对不对？那也是肾太虚的咳嗽了。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蒸5汤，比如说科学中药用个4公克，那生脉散加在里面加个2公克，那这样子其实效果就不差了。那如果你是长期调理的话，你也可以把生脉散配到肾气丸里面。那配到肾气丸里面就不必用参了啊，就是配麦味肾气丸就好了，就肾气丸里面加麦门冬跟五味子啊。那这样子的话也是一个可以用的咳嗽收尾啊，因为感冒已经治完了，现在只是咳嗽了，所以用肾气丸也不是很在乎会不会树到邪气的问题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咳嗽以阶段而论的话呢，那我觉得生脉散是不是像是老师那个教书或者演讲？哦，对对对，有同学递单子来问说讲话讲太累怎么办啊？那干脆顺现在一起讲啊。首先是补这里的气呢，我觉得好用的还是所谓的补气的标准方，叫做保元汤。丁宇轩给我抄好吧，保元汤啊。保元汤我喜欢用的剂量是，好黄芪3钱，这是我自己喜欢用的剂量，我比较奢了啊。你们如果觉得黄芪太贵，你用烂一点的。那好黄芪用3钱，然后好黄芪用贵，我们参就又便宜一点好了。党参用2钱。其实本来是要用人参的啦啊，但是党参用2钱，然后炙甘草用1钱，最后呢，好的肉桂可以放个3到5分，冬天放到7分都可以，夏天的话3分就好。
好肉桂平均以5分左右。你也可以肉桂粉哈，最后再用这个汤吞下去。那这个肉桂是能够暖命门、生出气，对不对？那黄芪是补三焦的气，参类是补五脏里面的气。那就吃了保元汤，我觉得人如果是气虚的人，保元汤是补气药的总方，就是直接就补你的气啊。那保元汤跟生脉散加在一起呢，我们叫做生脉保元汤。那个就是卡拉 OK 最好用的几个方之一啦啊，就是这些助教要去飙歌的话，那就会要用到这种生脉保元。其实生脉保元汤本来是生脉散里面好像加黄芪跟甘草，不必再加参了，对不对？已经重复到参了。那所以生脉散保元汤呢，你们都可以说是家庭常备良药啦。就是你工作劳累啦哈，因为其实有些同学我觉得都是大家身体都还蛮虚的啦。我放眼望去都觉得可能大家都还蛮虚的。那还有一些虚的年轻小孩，对不对？你知道现在很多虚的年轻小孩喜欢打篮球，就打了之后累得要死那个样子，那你就赶快就吃一点药补一下气嘛啊。那或者是讲话讲多了，整个人好像在公司什么跟人家沟通什么事情，或在家里面啰嗦谁，然后啰嗦到觉得说天哪，再骂你会死那样的话，赶快吃一点生脉保元汤啊，来稳住自己的元气。就是我觉得这种不是很关痛痒的方，你平常觉得有一点虚到，你就稍微补一下；有一点虚到就补一下。那长期来讲的话，我觉得身体还是不错的。或者是说，比如说我们学张仲景的6经辩证的方，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说，你每一次感冒都对症把它治到完全好，你身体就不用一直累积病毒，对不对？因为你如果每次感冒都治不干净，留一个尾巴，那些病毒在身体里面越堆越多，那到最后的话，就是比较不造孽是你自己得癌症，比较造孽是遗传到下一代，就是你知道，就是好像不必如此吧，就是每一次感冒都把它打干净一点，这样长期来讲对你全家来讲也是比较好的。那这个，所以，老师，那个保元汤是煮汤吗？煮水就当茶喝，很好喝的。保元汤很美味。那生脉散是，比如说喝的时候就一起。对，当然你要煮一起也没关系。或者是保元汤抓个比例用科学中药配也可以，但其实保元汤到底是那种慢火慢炖比较效果好的药啦。几碗炖几碗？其实我如果肉桂是放在汤里面的，我根本不敢让它沸腾。我是1碗水把这些药泡进去，然后放在电锅里面，外锅放2杯水等它跳，这样子来，这样比较不浪费肉桂的药性，因为肉桂太滚那个药性会蒸发掉。好，然后还可以炖个2煎，这样子。2煎的时候肉桂要再加吗？不必啊，你就直接加水，因为黄芪跟党参，如果你用电锅用2杯水跳起来，那个药性还没有完全炖出来，还可以再炖2煎，不用太计较啦。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这个东西，对不对？你把它放到保温瓶里面，滚开水冲进去，然后盖起来，摇一摇，放2个钟头再喝就很好了嘛，对不对？不用那么龟毛这种事，因为现在那个外面很多流行那种很多奇怪的那种补的东西，比如说什么黄芪红枣，还是什么加他们枸杞子什么泡来泡去的，对不对？然后那些人也不太会挑黄芪，都去买那种很烂的黄芪，然后红枣跟枸杞子其实在补气来讲的话也不是那么强。那我就觉得，其实保元汤如果你喝惯了的话，你就会觉得外面那种在流行的那种养生什么提升免疫力的那种汤有一点逊掉了，就是因为保元汤它那个肉桂点燃命门火，然后一路从五脏往外面出来，那种感觉其实很正，就那个补出来的气很正，好，值得用。那生脉散呢？生脉散我觉得生脉散
我觉得生脉散是这样子，保元汤跟生脉散本来就是可以合方的方子。那生脉散比较是关系到心肺功能，你今天要去做运动，你就今天吃生脉散再出门嘛。或者是天气热，人是这样子哦，越虚越怕热，因为虚的人会那个热气进来，把他元气都逼散掉。所以生脉散是夏天保养的药。一次吃多少？其实你这样子调出来的话，你一次吃个1公克半到2公克都很够，因为就药性可以撑住2个钟头嘛。比如说你今天，你知道大家都有夏天不得不出门买菜或者干什么的时候嘛，对不对？那你不得不出门，你就吃一点生脉散再出门，你就比较不会被伤到。好。生脉散的话，一般走路1个小时 OK， 但是如果你要去运动的话，通常大概只能撑1公克，大概只能撑20分钟到30分钟。你是做什么运动啊？因为我是练剑道的啊，所以我打剑的话，生脉散1公克大概只能撑20分钟。生用打粉吗？哦，好。那对不起啊，就是我一向是植物人，对我来讲就是散步就是剧烈运动啊，对，就是耗损度不一样，很抱歉啊，对不对？我没有了解到人间疾苦，对不起。中科吗？是自己配？自己配。我跟你讲， 15是15钱啊。这个15比例就是你用科学中药按照比例。那个莹莹啊，你下课跟同学讲明通的电话号码，但是这些同学那么贵妇啊，叫明通送到家里来就好了。因为我们有熟的科学中药店有在帮大家配啦。他会问你要配比较贵的版本还是比较便宜的版本？贵的是用粉光参，便宜的用党参这样子。好，那个，然后也有配生脉保元汤这样子，就是。上次明通买200克的生脉散，大概是700-800块吧。你是买贵的还是便宜的？买贵的。买贵的啊，200克到700-800块。现在天气有没有那么热就不急着吃啦。而且明年的5运6气，这个5运就是比较是肝胆这一路的，明年说不定大家是靠什么逍遥散之类在过日子。啊，逍遥散柴胡汤可能用的机会多一点。那我，所以你气虚就用保元汤。好，那这个像。什么助教唱歌还用什么玩意儿啊？颖莹是喜欢用补中益气汤，对不对？那补中益气汤就是吃多了就腰酸嘛，因为肾不够好，气都提上来，下面虚掉了。那还有谁是哪个助教喜欢用柯子唱歌的啊？小方助教就是那个外面的那种啊，说是什么铁笛丸之类的那种顺声音的药啊，有一味药叫做柯子。那这个柯子是一个我以后教拉肚子会有一个药方是用柯子啦，但是我现在说如果在声音的话，就是柯子是能够立刻让你的声带变干。其实这个对讲话很重要，就是你想那个乐器啊，什么吉他、琵琶之类的东西，如果湿气很重，你声音是不响的。所以你要声音要亮，你就必须要有一个药让你的声带变干。可是干到你喉咙沙哑就过头了，对不对？所以那个你声音要响亮的话，你的那个科学中药里面你要微微加个什么0.3克的柯子，这样声音才会亮。就你真的要上台讲话的话，或者要跟人吵架的话，那还是需要点柯子，或者是卡拉 OK 要飙什么音的时候。我跟你讲，像我在卡拉 OK 是完全不能飙高音，因为我就是那种声带湿哒哒的人，你知道，差不多到一个高度就飞不上去了，就是那个声音是软塌塌的，所以真的要声音亮，要用一点柯子。那相对来讲呢，我就喜欢嘲笑外面的人不懂这个养生食疗啊，就有一些白痴用什么？用胖大海，就是胖大海是润声带的药啊。就是你真的声音要嘹亮，你用润药其实会声音就水水的，就不太亮。就是你要唱那种浓情的老歌之类的，你可以用胖大海，声音水水的。可是你声音要嘹亮，还是要用让声带发干的药比较有用。但麦门冬本身也是比较润的药，就是这个中间的那个微微的调配，你们要自己去体会一下了啊。那当然我说，如果你真的是专业的声乐家的话。那什么对你的喉咙最好？猪肤汤，就之前讲那个猪皮煮米粉那个，因为你的声带已经练到有那个力道的话，那猪肤汤比较补。
就是补这个喉咙跟声带，就好像是你这个东西已经是强力兵器，那个猪腹汤帮它打油，你知道，就是小提琴上面擦松节油，就是那就是另外一个境界了啊。哎，猪皮啊，猪皮。对对对，就是猪皮，那什么猪头皮、猪耳朵那种东西哦，那个补的胆固醇就是顺利的话，我不是说每一种都可以医啊，就是有些人那个耳鸣、脑鸣，就是因为那个神经缺胆固醇，你知道，那他那个猪皮吃一吃，他就会觉得耳鸣就好很多了啊，就是如果能这样医好，其实就是比较赚到了，哎。那个关节有时候猪皮还是猪那个肥肉？猪皮带肥肉。哦，猪皮带肥肉，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五花肉，你把瘦肉的部分去掉，其他都算。就是有到底下肥油那一层，就是严格的考据来讲的话啊，如果你只取外面那个胶质的那个还不太对，要连底下的肥油一起。啊，所以就是关于讲话、唱歌等等的话，这些方剂你可以稍微的去调配啊，自己试看看。然后呢，在这个壳儿麦麸的厚朴麻黄汤的后面呢，就出现了一个条文是壳儿麦陈的这个泽七汤啊。那讲到这个泽七汤呢，我们就要比较大胆的啊做一个推测，因为呢这个汤啊最重的药是泽七，用到3碗，很多。泽七这个药其实还蛮便宜的，那我们一般的草药的俗称是叫猫儿眼睛草，所以你如果你自己读方书看到猫眼草，就知道他在说泽七啊。那这个泽七呢，其实可以说，你从药来看的话，恐怕这个方是在治肺癌的。就是泽七是我觉得中药里头啊，用来打肿瘤效果不输给西药的化学疗法的药物里面比较不伤的一种。像什么雷公藤、白花蛇舌草那个都很厉害，就吃的人哦，很多人撑不住，就是还没有打完肿瘤，那个肾脏已经撑不住了。那泽七我觉得算是能够对抗癌细胞，可是它的那个副作用相对来讲是小的。所以呢，他用这个50碗水先煮泽七，煮成15碗，然后再放其他的药煮成5碗，然后每次喝半碗，一天里面分10次喝。你知道，这简直这就是在打点滴在做化疗了。这个不是治一般咳嗽的搞法。所以呢，东流水啊，自来水就算了。哈，5斗就是50碗水啊，对不对？50碗水煮到15碗水，煮泽七。我跟你讲，泽七啊，大铁锅啦，我们熬广东粥的那种锅可以啊。那种锅也没有到5斗。 50碗水。甚至20碗水。好，我们用5碗水是1公升嘛，那10公升的大锅买得到的。我跟你讲，因为泽七这种类似西药的化疗的药性的药物你煮的久它比较温和，你知道，就是你50碗水煮到15碗水，你就毒不坏你啊，是不是？像我们平常如果用泽七，如果你不用这种煮法的话，我不是上次有教同学泽七煮鸡蛋嘛，对不对？就泽七煮鸡蛋，然后就吃那个鸡蛋，就有一个把它的毒性消掉的方法。那现在的那种抗癌症的那种草药反而没有那么考究，你知道，都是很毒的药就直接煮下去，毒得你七荤八素的。那这个泽七汤里面的第2多的药呢当然半下半身也不少了第2多的药也可以说是紫参，对不对？那同学，我们跳过去看一个方子就是11卷的第97条。11卷的这个后面是厥阴篇的附带讲到那个
肠胃道感染的那种下利利急的方子。那11卷的97条呢，他说下利腹痛若胸痛者，紫参汤主之。我跟你讲，大部分拉肚子的人要痛是痛肚子，对不对？可是呢，偶尔会有人呢是拉肚子，可是痛胸部的。那这样的患者通常是什么人呢？就是肺癌的患者，他胸部在痛，他肚子在拉。所以紫参香这个药可能也就是一个能够打肿瘤的药物了啊。那紫参呢，这个下利腹痛，就如果你的那个肺癌的症状是咳嗽、胸口痛，然后一直拉肚子的话，那当然你就用紫参汤啊。那紫参比泽七又稍微可能温和一点。那紫参，今天如果你到药局啊，说我要买紫参，买不到啊。今天药局紫参是叫石剑川，啊，滴水穿石的石剑川。那这个紫参跟泽七，那紫参汤我刚刚等于介绍一下啊，同学如果以后你记得就是胸口痛的拉肚子用紫参汤，好不好？就记得了，我以后不教了。那这个泽七跟紫参这样加到一起，然后这样子分成就是煮成5碗，然后这样半碗，一天喝10个半碗这样子的，那根本就是在你在家的厨房开始制造化疗了，好，就是感觉还蛮猛的，还蛮厉害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泽七汤很不错，就是它这个汤哦，比较不是那么需要抓主症的汤，就是你这样子喝顺利的话，就你肺癌呢，你也可以这样喝1个礼拜哈。但你如果喝的觉得有一点虚掉，那你自己吃一点补气药嘛，什么保元汤啊什么的，补血药什么的，因为会搞到你血虚的要死的，那是西药的化疗药。其实中药的化疗药会让人气虚，但是不会让人血虚啦，对，不会把人弄到血虚的要命的。就是那，但是我还是说，先决条件是，即使是癌症，你还是先6经辩证哈。如果你肺癌，你有柴胡症，还是小柴胡汤吃起了，懂不懂？就是因为6经辩证的那个地方如果有邪气的话，6经的药还是最强。所以癌症不要沉迷于那种抗癌中草药，要设法找到6经辩证的点。有葛根汤症就葛根汤的医那个癌症，有桂枝汤症你桂枝汤的医那个癌症。好，这是很要紧的原则。我是说桂枝再加泽七这样。不是，就是桂枝汤。对，就单独就是。如果你这个人得的不管你什么癌好了，你大肠癌，如果你是小柴胡汤症，你还是用小柴胡汤来医，就是那个6经的主症框是最优先的。好，因为它那个癌症，那个癌细胞或许长在你身体的某个部位，可是它的邪气塞在哪里，那个形成的主症框是最要紧的。那这个，那我是葛根汤加泽七吗？不必，如果你是葛根汤症，你就只要用葛根汤，你连泽七都不要用，就不必如此。因为你身上的旧的癌的部分，其实都已经有比较纤维化了，纤维化的那就已经比较无害了，所以你只需要就是从6经辩证的角度，就如果你后脑勺不舒服，那的确是葛根汤症，那你就用葛根汤把后脑勺调好，这样就可以了。那这个。那当然，同学你看刚刚已经有人提出来了，50碗水煮到5碗水要怎么煮，对不对？就是我们的健保不给付瓦斯费啊，是不是？那我的想法就是如果你因为泽七汤，我觉得以癌的对应点来讲的话，它比较对。就是有效度比较高的癌是那个肺癌、肝癌跟淋巴癌，就是跟西药的化疗药比的话，如果你是得肺癌、肝癌跟淋巴癌的话，你用泽七汤，你的就是跟西药的化学疗法相比，我觉得泽七汤比较利润高一点，就同样有化学疗法的效果，但是副作用比西药的化学疗法要好要小，这样子。那至于说脑癌的话，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开法会比较有效，所以那姑且不论。那口腔咽喉癌，我上次教那个什么降庸活命饮比较有效，好，所以你就泽七汤，你就想肺癌、肝癌、淋巴癌这样子。那淋巴癌以后
如果讲到的话，我觉得淋巴癌有的时候挂那个16位流气饮去带它会比较有效。好，那就姑且不说啊。那我要说的是，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如果你身边的人真的得到了肺癌，好了啊，那你到底要不要让他吃中药？就是我觉得啊，如果对方本身不是中医控的话，那他如果他的就算用西药的化学疗法，那个胜算很高的话，那你就让他去做西药的化学疗法好了。那可是如果这个人他是被检验出来肺癌的时候，医生已经说，你不治的话活3个月，治的话活6个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可以让他直接吃中药了。可是呢，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觉悟哈，就是一旦你用了西药的化学疗法之后，你要再回头吃中药的话，很难会好转，好不好？因为如果你做了化学疗法还失败，那你的那个时候身体已经虚到中药没有办法调动你的气血了，好不好？所以就是这件事情还是要先有一个明白，就是如果对方是做化疗做的乱七八糟，然后还复发，还什么转移，那种的话，你要再用中药，我觉得很难。那中药可以用的什么？止痛药，啊，就是可以让它不要那么痛的药，啊，比如说元朝就是吊命而已啦，绝不是治病了啦。像元朝的御药院方里面有一个方叫做天真丸，就是拿羊肉跟很多补药一起做的药丸。那个化学疗法做到后来，那个人已经虚到撑不住，然后全身都在痛的。那你用天真丸当做中国人的克补，这样子补到，它可以比较没有那么痛苦了啊。就是不过如果讲到这个癌病哈，我觉得还是要尊重现在那个西方研究的那个什么癌病心理学啊。他们说的什么，就是那个很霸道、很喜欢指责人的人格叫 A 型人格嘛。然后癌病的人通常都是 C 型人格比较多，就是那种比较会，而且 C 型人格最麻烦就是说，那种吃苦当吃补的人，你知道，就是他受了委屈他自己不太会在意的那种人，那种人是比较癌症的那个就是比较治不好的。我讲简单一点，我换一个讲法哈，就是治癌症的西医，他们发现得了癌症，同样是用化学疗法，然后用了化学疗法之后，就很不复发，然后就一直活下去的那种病人，通常是什么病人？是医生觉得这个病人有点不够客气的那一种，就是那个病人很会念的那一种，就是这药是什么鬼药啊？吃了之后我掉头发，我全身不舒服，我想吐啊！你这药吃了我会不会被毒死？你这药有没有副作用？副作用是什么？那医生常常粉饰太平，对不对？没有啦，这药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嘛。那多少会有副作用？你说多少是多少，对不对？是会吐还是会什么？就是那种医生觉得那种很咄咄逼人的病人，就是那种对他的疾病非常不满的那种病人，通常存活率是最高的。然后呢，存活率偏低的是那种听了之后，我得癌症，我完了，我人生绝望了，一片黢黑，那种是偏低，但它不是最低的。存活率最低的是那种乐天知命，来了就认命，日子还是要过，这种死最快。所以千万不要在得癌症的时候当好人，知道吗？就得癌症的时候，你越能够对你的病况跟你的医生就是当然不是霸道，因为霸道的 A 型人格多半都得心脏病去死，他也不得癌症，就是不是霸道，但是呢，就是说你的不舒服，你的情绪上的不舒服，跟你的肉体上的不舒服，你要有充分的陈述能力以及求助能力。就你这什么鬼药，我吃一直吐，我该怎么办，对不对？就是那种要有充分的对自己的不舒服有感觉的那种能力，千万不要粉饰太平，
那不然我还能怎么样？不然就算了嘛，人生就是要认命。就是这种人死得最快。好，就是癌症也需要你放过他啦。好，就是这种人什么都放过，死得最快。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自己需要警惕的，就是并不是一般觉得就是说什么修佛的或者怎么样那种个性很好的人，他就会得病比较顺利哦。什么得了病之后，因为我们现在有一种错觉，就是说认为说得了病之后，乐观开朗的人比较会好，不是，并不是这样子。如果那个乐观开朗是来自于他的一种不太面对现实的乐观开朗的话，那其实是一个不健康的乐观开朗。就生病要从承认事实做起，要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种种不舒服，知道自己在受折磨。那有这个能力的人，他也才能够在生活中不要被她老公折磨，不要被她婆婆折磨之类的，不要被她小孩折磨，就要充分要认得出自己在受折磨，有人在欺负我，就在人际关系里面要认得出来有人在欺负我，然后我要逃走，就这个上司在欺负我，所以我应该辞职了。这个先生在欺负我，我应该离婚了。就是要有这种能力的人，是抗癌能力最好的。好不好所以在心理层面是如此。那至于这两个方式是补给同学，就是你可以看着办。就是你如果得的是肺腺癌的话，那个寄生方的桔梗汤，其实我一下子闪过一下，我忘记它原来是治什么了。原来是肺痈啦，是肺化脓的。可是它里面那个解毒消肿的药也不错。就如果你是肺脏外面的那个肺腺得癌症的话，那你可以，比如说你，泽七汤吃一吃，然后请西医帮你检查一下肿块有没有变小。那不然的话，你可以另外3天吃鸡肝结绳汤。这个汤不要乱加减啊，这个汤差不多这个结构是很完美的，不要乱加减东西。那吃了之后，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是已经被西医宣判死刑了，那你吃中药的话，我就觉得其实吃都是有吃有赚到啦，就是因为这个汤也不会把人吃到太虚。那通常就是西医说你只能活半年，那你好好的吃中药，你还可以多活个1-2年之类的。我不要说痊愈吧，好不好？就是说差不多可以调的还不错啊。那反正虚了你自己补气药就另外吃嘛，保元汤也可以，对不对？那这样子，然后还有肿瘤类的东西，很怕揪关元嘛，揪膏肓、揪关元其实都好，就是你那个东西揪得好的话，它免疫系统比较强啊。那这个是而且肺腺癌通常发病的位置，以经络来讲，常常是发在脾经上面，所以就是如果它的位置是经络的脾经的话，你最好要看一下你有没有太阴病，就是当然我们太阴病还没教嘛，就是拉肚子怕冷之类的，就是有太阴病，先从太阴病治起，把脾经打通了容易好，还不一定要动到这个抗癌的药。那这个紫根牡蛎汤日本人发明那个汤原来是治梅毒的啦，只是呢那个肺癌如果是肺里面有硬块的话，牡蛎还是能够化硬块，效果不错。那化掉的东西，其他都是一些去毒的药，可以把那个化掉的那个毒就抽掉，你知道，随化随抽。所以以肺癌来讲的话，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这两个方也抄给同学，就是希望不要有机会用到了但是如果真的是被西医宣告死刑了，那这些方应该还可以帮助我们，就是维持一个还不错的生活品质，然后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面留久一点。而且你用中药的话，你也不用去变成一个中药的迷信者，就是你可以用中药好好的治疗1个月，然后去西医院做检查嘛，对不对？看你的癌细胞有没有缩小一点什么的。那这样子如果有缩小，那你就可以比较安心，是不是？那至于说有没有扩散，我觉得这个不需要太在意。但说了不要在意，还是有人会在意啦。因为有的时候一个东西，一个中医打病，有时候是喜欢把那个病打散掉。所以如果打散掉的话，不见得是恶化了，就扩散的到处都是。就是怎么讲？就是一只老虎被打散成100只蚂蚁，说不定还是100只蚂蚁比较弱了，对不对？就是说，先不要因为扩散而绝望就是中药的疗效不一定会，就是说让你不扩散，有的时候它打散了就是会扩散，或者说癌症有一定的扩散周期，那这个都不要太计较。
那至于说，上次有教过羊核汤嘛，对不对？就是有癌细胞形成肉块的那种小肉块的癌细胞的话，那还是羊核汤比较好用啊。那乳癌的话，那是因为有经络，就是看阳明或者少阳或者厥阴，哪一条经络好走的话，就用哪一条的药，这样子。好，对不起，我们下课一下啊，丁助教再抄2个方，我们再往下看。